日照东方郑兆宇作为首位获得昆仑决诸神之战16强资格的中国选手，无疑是目前搏击岁月中的强有力号召明星。其历史战绩44胜11负94 KO 对手，其11岁便进入武校，依靠刻苦训练和与生俱来的出色身体素质，很快在搏击擂台站稳脚跟。20岁之前，郑兆宇就多次获得自由搏击比赛冠军，先后在武林风、昆仑决大放异彩。高手硬碰硬，才知道天有多高，继而激发我无限的潜能，这是我不变的信念。郑兆宇的对手本能，这次的对手我已经等他很久了，因为他够强够硬。郑兆宇的对手本能，自从昆仑决赛事成立之初，便已经多次参加比赛，曾获得过 WPMF 世界冠军的本能风格硬朗。他在比赛中会不断的压制对手，后退的情况非常少见，其历史战绩87胜38负3平。而且由于他腿气的威力十足，经常有对手被他打伤，铁人的绰号也是因此而来。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ับว่าเมืองนี้ถือว่าเป็นเมืองโชคดีของผมจะเอาความชนะกับเมืองไทยอีกครั้งครับเป็นครั้งที่2ของผมครับ。我很早就认识奔能了，奔能他抗击打跟体能都是非常强悍的。这段时间我去了泰国，跟荷兰教练一起训练，已经为这场比赛准备好了一切。งานนี้ผมก็คิดว่าผมมาต่อยครั้งนี้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จองานหนัก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ครับแต่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ผมก็เตรียมตัวมา这次我会正面迎击，用最快的时间来解决比赛。比赛只有一个结果，一横一竖，我站着，你趴下。ผมยืนคุณจะพาผมยืนครับ。对于实力状态正稳步提升的郑兆宇来讲，这场比赛也将是他征战本年度诸神之战前一次非常好的练兵机会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这是一场提前规则的73公斤级超级战，由成功杀进诸神之战世界16强的郑兆宇对战正处于3连胜状态的泰拳王本能。本能开局势头很猛，高扫、直拳、低扫进行招呼对手，已经被逼至墙角的郑兆宇又挨了泰拳王的一击。郑兆宇打一组合拳进行反击，有着铁人之称的本能似乎很是轻视郑兆宇这位年轻的后生。他除了在做出进攻的动作外，还不断的通过摇摆来做一些挑衅的动作。很快，他就为自己在擂台上的这些轻视和挑衅动作付出代价。拳法呀非常的优秀啊，在站立打击的时候呢，除了对头部的攻击，对身体的打击也是非常的有威胁。有多次的时候呢，在站立打击的时候，通过击打身体将对手 KO， 也是证明他这个拳法的精湛和力量的雄厚。非常漂亮的两个人的拳腿组合的反击、进攻与反击。而且很有意思，两个人几乎就是不缠抱，都是中近距离的进攻。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，铁人奔能他的防守啊，真是可以说是固若金汤，非常难穿透这样的防守。是的。如果说是在比赛当中，可以说也是双方一个节奏的这么一个对决。如果说是在荷兰接受训练的郑兆宇，在荷兰的这种站立式的踢拳的节奏，肯定跟纯泰式的节奏是不一样的。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牵制谁，也是一个节奏上的较量。比赛继续进行。铁人奔能的对于拳的防守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简单的这种抬手去阻截，然后再防守反击。是的，并没有很多花哨的头部的晃动等等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钟。好，第二回合开始，两人一上来就是开始对攻。郑兆宇发挥出他的重拳威能，他的组合拳不断出击，力道十足。硬度惊人的两人不断向着对手施压。郑兆宇的压迫式拳法进攻依然令对手十分忌惮，不敢直迎其锋。而经验丰富的本能则开始试图以强力扫腿扭转场上局势。本能现在有一些晃动啊，对
郑昭玉的这个重拳还是给他造成了很多的影响。两人现在近距离对攻。这个时候，对于因为在像超级战这种规格的比赛当中，双方肯定都是非常谨慎的，都不能说是去无谓的去相力。郑昭玉肯定也是在考虑到铁人本能具有超人般的动击能力，他才没有说是像以往比赛一样说开始放开。而且本能对于郑昭玉的拳法的遏制也是非常有经验。郑昭玉刚才的这个勾拳有一些起效，漂亮的迎击，漂亮的迎击。本能表示自己好大一点，没有可能。还能打，这个时候郑昭玉就应该乘胜追击了。非常漂亮，非常的正确，而且他找到了本能的防守的漏洞，撕破了本能的防线。第二次的强攻，这也是本能在这个回合当中最后一个机会了。但是这场比赛还有1分钟，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的漫长。郑昭玉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的 KO 胜利？比赛终结了，太漂亮了这场比赛！日照东方郑昭玉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而且是从铁人本能身上夺取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大家从非常清晰的慢镜头的回放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2回合2分13秒 KO 获胜。有请国际宝贝把奖杯颁发给胜者。